婚后7年，我被豪门丈夫傅思衍宠上了天，无人不羡慕我们完美无缺的爱情。而7天，我却被当成了小三，拉进了警局。抱歉啊，傅太太，新来的实习生不太懂事，没认出您的身份来。谢谢啊。他什么身份？他就是个勾引别人老公的狐狸精！你们不赶紧把他抓起来，还在等什么？你看清楚了，我跟傅思衍才是合法夫妻。证据在这儿。根据民政局调取的信息，江婉宁和傅思衍的确存在过夫妻关系，但二人已于2年前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傅思衍的现任妻名为林之夏。不可能！不是的，傅思衍明明是我丈夫，这不是真的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家夏夏才是真正的傅夫人，她就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贱人。警察同志，快点把她抓起来！林之夏，她不是之前给我丈夫做秘书的时候勾引我丈夫，早就被赶出傅氏集团了。哦，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竟敢污蔑我女儿！我今天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！注意秩序！不要脸的狐狸精！谁敢冒充傅太太啊？岳母，夏夏，小贱人听到了没有？我家女婿都亲口承认了。安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安宁，你冷静点，我可以解释的。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了？你刚刚在叫谁岳母？我要是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前妻，你要是什么时候跟你前秘书结的婚？对不起，婉宁姐，你要打要骂，我绝无怨言。只求你别再怪思衍哥，是我自甘下贱，所以才失去了我们的孩子，这都是我的报应。孩子，你们还有过孩子？够了，安宁，我们谈谈吧。谈什么？谈你什么时候出的轨？谈你什么时候骗我签了离婚协议？安宁，结婚7年，一直都是我在照顾你，可我也是人，我也会累吧。是夏夏，她一直陪伴我，体谅我。思衍，夏夏，而且夏夏为我打掉5个孩子，彻底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，而她只要3年的婚姻，我又怎么能拒绝呢？7年，傅思衍，我们7年，他为你打了5个。我承认，我骗你签下离婚协议是我的错。不过你放心啊，3年之约马上就要到期了，还有3个月，到时候我自然会跟你复婚的。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无知的话？江婉宁，你注意你的态度啊！别以为我平时惯着你就可以肆意妄为。既然你不同意，那我今天就让夏夏搬进来，也方便以后我照顾她。你说什么？你想让他住进我们的婚房？你们干什么？不许碰我东西！不要动我的东西，滚开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
咱们的婚纱照。换了吧。不要！别动他！这张婚纱照在这里摆了几天，都快出去了，不要！阿宁，我们的照片3个月后可以挂，但是今天我已经答应夏夏了。不要！对不起，婉宁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再赔你一张一模一样的好吗？你拿什么赔？江婉宁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别忘了这别墅还姓傅。是啊，这别墅姓傅，我才是那个外人，都错。你去哪儿？我们既然离婚了，自然是给你和新人腾地方，往后余生都与你无关。放开我！不准你走，你永远只能留在我的身边。傅思言，你拿我江婉宁当什么？你是不是以为我舍不得离开你？你以为我不点头，你能走出这栋别墅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江婉宁，你要是敢走，我一定会亲手毁掉你所在乎的一切。你别忘了，你外婆现在还住在傅家的疗养院。乖，阿宁，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这辈子呀，你只能是我傅思言的女人。好了，阿宁，3个月之后我们就会复婚，你依然是人人羡慕的傅太太。林小姐，你的手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别墅里所有的人都要称夏夏为傅太太。喂，我想逃离傅思言，逃离傅家，请你帮帮我。2个月后，傅太太会死于一场火灾，而江婉宁将拥有新生。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7周年纪念日，你肯定已经忘了。同学聚会定在晚上8点，云顶酒楼，别迟到。我说了，我不想去。不行，这次同学聚会你必须到。我答应大家会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。重要的事？难道？阿宁，答应做我女朋友吧。哇，校花和校草绝配哎！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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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！我答应你，快起来吧。傅大少爷，你的告白信呢？这个时候读告白信有什么意思？我傅思言发誓，这辈子只会爱江婉宁一个人。这封告白信等10年之后，我再读给你们所有人听。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哦。那当然了。是我和傅思言在一起的第10年，他该不会想当众读那封告白信吧？好，我去。既然已经决定离开，也算是对过去体面的告别。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哎呦，你真是大不一样了！哇，你最近气色好好呀。
生活过得很滋润哦。婉婉，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傅思远呢？就是，当初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俩可是形影不离。他不是还说要在10周年的同学聚会上向你告白吗？都说傅氏集团总裁宠妻如命，这怕不是谣传吧？传言可信吗？某些人说不定早就被冷落了，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，舍不得他的娇妻人设。一拳柠檬精，不算会死吗？你，哎，快看，傅总来了。哎，不过他身边那个女人是谁啊？你不说不来的吗？婉宁姐，抱歉啊，我和思妍都不知道你会来，否则我们不会让场面这么尴尬的。所以，是你给我发的消息。婉宁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傅思远，你为什么牵着这个狐狸精的手啊？明明江婉宁才是你的妻子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大家还不知道吧？其实婉宁姐已经跟思妍离婚2年了。什么？大家还不知道吧？其实婉宁姐已经跟思妍离婚2年了。什么？傅思妍，当初是你承诺要在今天的同学聚会上读那封告白信的，你不会要出尔反尔吧？哼，都离婚了还读什么告白信啊？要我说，某人是真的被豪门扫地出门了。什么告白信啊？思妍，你不是说今天来带我见你的同学们吗？这个不要脸的小三，我今天非要撕烂你的嘴！够了，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夏夏她不是小三，江婉宁只不过是暂时住在傅家而已。林之夏才是名正言顺的傅太太，以后你们谁再敢对她不尊重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是啊，他说的没错，10年之约不过就是一句玩笑话。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的同学聚餐了，我先走了。我预言过千次百次的重逢，你却始终站在梦里。你这么对待婉婉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太能回头，只能一直走不停。江小姐，假死计划已经开始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希望你带上这对通讯定位耳朵，关键时刻可以传信息，我会第一时间赶到，并保证你的安全。先生，我们从未见过你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只是为了报答我母亲当年的资助吗？算是吧。江婉宁呢？江婉宁的人呢？江婉宁，快跟我走，去医院给她输血。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都怪你！傅思妍为了赶回来陪你过纪念日，在路上遭遇了车祸。他都已经不爱你了，你还偏要死缠烂打，把他害成这样，不觉得自己很下贱吗？江小姐，出血量已经超过正常标准2倍了，您不能再抽了。当年傅思妍为了给我遭遇车祸的母亲输血，丢了半条命。夫人节哀，为了给江夫人输血，先生已经晕倒2次，可惜还是没能抢救回来。阿宁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我会代替岳母好好照顾你的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抽吧，抽到够用为止。
傅四爷，当年你冒险救我母亲的恩情，今日我还清了。江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些没力气。张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上个月，你和傅先生来检查备孕指标，说是想要个孩子，结果出来了。辛苦了，可惜我们已经不打算要孩子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是这样，傅先生患有先天性无精症，根本无法通过自然方式受孕。我还在担心要怎么通知你们。怎么会？会不会是误诊了？傅先生是医院的股东，身份特殊。我和主任仔细检查了几遍，才敢下的诊断，绝不可能出错。那他知道这件事吗？目前这件事儿，除了您和主任，还没有第4个人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张医生，辛苦你了。如果傅四爷会有先天不孕症，那林志夏流产的那几个孩子又是怎么回事？原来一直以来都是他在撒谎。等等，江小姐，先生他……先生，江小姐有事找您。安宁，你不是还在医院里休息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到你们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安宁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醒来了。谢谢你给我输血，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生我的气。你误会我了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有正事，我只是暂住在这个家里的外人，你该哄的是床上的那位。吃醋了？哎呀，我那天就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我啥时候把你当外人了？我去祠堂等你，你要是觉得你能这么去见你家列祖列宗，你随意。啊，哎，亲爱，江婉宁，你就非要跟我作对是吗？婉宁姐，你躲在这儿，是看不得我跟我老公恩爱吗？出去！你要是空虚寂寞了，你大可以直说啊，我可以帮你找情夫，何必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，勾引别人老公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不知廉耻？你想干什么？放心，一直以来做什么的只有你对我。你婉宁姐，我只是想过来烧一个香，对不起。婉宁姐，你打我吧，你打我出气吧。我知道傅家的女主人只能是你一个，你给我松开！夏夏，夏夏，你没事吧？江婉宁，你干什么呀？夏夏她不是故意的，一块破木头而已，你有必要下那么狠的手吗？破木头，这可是我母亲的牌位，更何况分明是她故意摔的。对王者不敬，
遭到报应，也是他活该。你够了，江婉宁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啊？难怪我们两个人之间一直没有孩子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当母亲。原来在夜里，你就是这么想我的。婉宁姐，毕竟你没有怀过孕，不懂我们这种为人父母的心情。我的确没有怀过孕，不过不是我的问题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医生开的诊断证明，你自己看吧。夏夏，你没事吧？夏夏，四爷，我的子宫突然好痛，像有刀子在割一样，真的好痛。一定是刚才撞伤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安宁，安宁，你怎么了？百合，谁把百合花放在那儿了？不知道你对花粉过敏吗？四爷，你还是先带婉宁姐去医院吧。反正医生说我已经不会再怀孕，我的子宫也没有用了，痛不痛已经无所谓了。夏夏，安宁，你花粉过敏也是老毛病了，吃点抗过敏的药就好了。夏夏她看起来好像更严重一些，我先送她去趟医院啊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夫人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您终于醒了，可把我们给急坏了。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您就别逞强了。昨天您被保安抬进来的时候，那脸都青紫了，差点就……哎，都怪我。是我自己有心事，没注意到祠堂放的百合，怎么能怪你呢？不是这样的，那天啊，我亲眼看见林小姐，她抱着百合花进了祠堂。我本来应该立刻提醒您的，哎，却因为我一时疏忽，差点害了夫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还以为是巧合，没想到竟然是林之夏做的。先生，您终于回来了，夫人她……傅子言，你干什么？你还装？江婉宁，如果夏夏有人三长两短，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啥？傅太太可是花了重金，让我们好好给你点教训。婉宁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该跟你抢思远了。如果我说我没做，你会信吗？江婉宁，事到如今你还跟我狡辩是吧？那两个绑匪都已经招了，夏夏的伤口都摆在这里，难不成他会伤害自己来诬陷你吗？老公，要不我还是搬出去住吧，我好害怕婉宁姐。如果有一个人要走，那个人也不应该是你。江婉宁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不顾我的警告，三番两次的欺负夏夏。你走吧。好，如你所愿。等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再回来给夏夏道歉。我没做过的事情，不会给任何人道歉。夫人，你为什么不告诉先生，
你花粉过敏的真相呢？委屈要和在乎的人说才有用。你去帮我收拾东西吧，我也该走了。好。赶紧滚！你这个黄脸婆，还有这个扫把星，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两个了。赶紧走！当年我爸爸为了小三，把我和我母亲赶出了家门，是你收留了我。我本以为遇到了救赎，却没想到你终究变成了跟他一样的人。做女人就应该像夏夏一样的温柔顺从。阿宁，你跟你母亲都太倔了。我的原则从未改变，变的人是你。1个月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复婚了。这段时间，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，你是想做富太太，还是继续留在冷宫？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留了东西，在祠堂的左抽屉里，算是临别礼物吧。江婉宁已经被赶出傅家，你们跟住了。事成之后，100万即刻到账。四爷，喝点醒酒汤吧，是我特意为你熬的。滚开！哎，副总，你妻子在我手上。你说什么？想要你妻子活着回去，拿3000万来赎她。别动！你给我听着，钱我可以给你，如果他有什么3长2短，我一定让你们一起下去陪葬。四爷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，先冷静一下。阿宁都已经被抓走了，你要我怎么冷静？婉宁姐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可能轻易被绑架？万一是骗子呢？要不你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喂，江婉宁，你在哪儿？先生，夫人刚到别墅，已经睡下了，手机落在客厅，需要我叫醒夫人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让她好好休息吧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提醒她明天早上吃抗过敏的药，还有再给她炖一个鸡汤，给她补补身子。对了，房间里边千万不要放百合花。好的，先生，我记下了。还好婉宁姐没事，现在的骗子为了钱，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谢谢你啊，夏夏，多亏有你。喂，副总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是要3000万，还是要你夫人的命啊？3000万，你还真敢开口啊？什么意思？不要你太太的命了吗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1分钱我不花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都说副总宠妻如命，原来是假的。我没闲工夫跟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，我劝你们也少打他的主意。一个离了婚的前妻而已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江婉宁的死活跟我傅四眼无关。操！傅四眼，一个离了
婚的前妻而已。原来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你真的让我在这里自生自灭。小美女，你老公虽然不要你了，但是我们哥俩可喜欢着呢。就是，别急，待会儿有你哭的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喜欢这个别墅，以后我可不可以搬进来？不能。这栋别墅是我花了2个亿建造的，这里的一花一木都是阿宁设计的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是属于我跟他的婚房。此情结束，我也该跟阿宁复婚了。7年这样不过如此，希望我们再次见面，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激情。可惜江婉宁她没这个命。放心，等我爽完了，我就把这里烧了。等他们搜山找过来，你已经被烧成灰，我不会留下一点证据的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老公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取代婉宁姐的位置。你能给我这3年名分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乖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的懂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先生，夫人的不是江小姐，她不在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先生，夫人的不是江小姐，她不在了。谢强，你怎么了？是我的肚子突然好痛，应该是上次被绑的时候受了伤，还没有完全恢复。这个江婉宁对你下手这么狠，他到底有没有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？先生，先生，以后江婉宁的事不要再来烦我。谢强，让你受委屈了，走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思妍，你对我真好。先生怎么说啊？先生说，以后关于江小姐的事情，不要再去打扰她。难道连夫人最后一面，他都不准备见了吗？家属都商量好了吗？是否立即火化？既然如此，还是让江小姐早点入土为安吧。好。阿宁，阿宁，别离开我！别过来！求求你！阿宁，思妍，你怎么了？吓醒你了。刚才做了个梦，梦见阿宁出了个意外，还好只是梦。老公，等你和婉宁姐复婚之后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我不需要什么名分，也不要什么补偿，只要能待在你的身边，就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恩赐了。当然可以了，傻丫头。只不过我们再见面就得瞒着阿宁了，她是个醋坛子，要是知道你跟我在一起，她又该吃醋了。思妍，你真好。哎呀，阿宁要是能像你一样乖巧懂事就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先生，江婉宁小姐骨灰3日后下葬，此讯是否要告知新闻界？你说什么？谁的骨灰？
你说什么？谁的骨灰？先生，江婉宁小姐已经于昨日清晨去世，现已护送她的骨灰葬入灵柩。四爷，我的肚子突然有好痛，你能不能去帮我叫医生？安宁，四爷，可惜现在去也来不及了。安宁，你在哪儿？安宁，你在哪儿？安宁，安宁，安宁。不可能，我们才3天没见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阿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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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过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，你说过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，我不让你死。先生，你别这样，江小姐已经走了，她也不可能复活。你骗我，她没死，你们他们所有人都在骗我。死者虽然烧得面目全非，但经过 DNA 比对，和江小姐的完全吻合，可以确定死的就是江小姐。闭嘴！亮东分明打过电话，有人说他已经在公寓里睡着了，他怎么可能会在荒郊野外？怎么可能会被活活烧死？可监控显示，江小姐是在去公寓的路上才出的意外。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为什么这么久了都没人跟我说？说！公寓一打来电话，我就联系您了。可您当时正和林小姐乘坐前往度假岛的飞机，电话打不通。事后我再次给您打电话，您说以后江婉宁的事儿不要再来烦我。如果那晚你能早点回来，或许还能见到江小姐最后一面。江小姐死状并不安详，为了让她入土为安，我只好代替您在火化通知书上签了字。别说了，我要见阿宁，我要见阿宁。江小姐的骨灰盒还在祠堂，按照傅家的规矩，要在家中停灵3日才能下葬。先生，您既然如此在意夫人，当初又何必？您或许不知道，夫人背着你偷偷哭了多少次。先生，与其伤心，不如振作起来，找到那群害死江小姐的凶手，为他报仇。谁害死了我的阿宁？根据现场情况，江小姐死前应该还遭遇过绑架，但绑匪身份目前还无法确认。先生，怎么了？副总，你妻子在我手上。你说什么？想要你妻子活着回去，拿3000万来赎她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既然是我，既然
是我害死了我的阿宁。三强，我就为了区区的三强，我就害死了他。三强啊，你还真敢开口啊？什么意思？不要你太太的命了吗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1分钱我都不会给你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一个离了婚的前妻而已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江婉宁的死活跟我傅四眼无关。如果那晚我相信他说的话，我去找他，他就不会死了。我还说了那么多的混账话，他该有多痛苦啊！尸体烧毁严重，分辨不出具体伤势，但死者状态极其痛苦，衣服还被扔在角落，死前可能还被那群畜生给……江小姐那么骄傲的人，经历了这种事情，只怕生不如死。他那么怕他，一定哭得特别伤心。畜生！不管是谁害死了阿宁，我都一定要把他找出来，我一定要他们血债血偿。江婉宁竟然真的死了！先生，江小姐为人和善，怎么会遇上这些穷凶极恶的人？那晚他们撕票撕得也太草率了，草率的根本就不像是为了钱。不是为了钱，还能为了什么？江小姐与人为善，无冤无仇，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？既然不是为了阿宁，那就是冲我来的。先生说的没错，可江小姐从未插手过您的生意，害死了她，对谁最有利呢？婉宁姐，真是没有想到，上次见你会是最后一面。夫人，您身体一向不好，还是先起来吧。别拦着我！如果当时不是我去找思燕替我主持公道，思燕也许就不会和婉宁姐吵架，婉宁姐她也不会赌气离家，说不定也就不会有事。婉宁姐，希望你在天有灵，早日安息。你还生着病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刚听说这个噩耗，就从医院赶过来了。我知道你舍不得婉宁姐，但是你的身体更重要，快穿上吧。我不需要。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阿宁的墓前，他不喜欢你。我怎么，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我记住了。今晚律师会找你签离婚协议，补偿你可以向他提。思妍，婉宁姐都已经走了，你为什么还是执意要和我离婚？至少我可以代替婉宁姐好好照顾你啊。你永远也代替不了她。思妍，能够嫁给你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，我不需要什么补偿，只要你能够让我留在傅家，哪怕是让我当个保姆，只要能待在你的身边，我就已经知足了。江婉宁这个贱人已经死透了，只要我能坚持留在傅家，这傅夫人的位子早晚还是我的。放出消息，不管付出多少代价，一定要给我找到杀害阿宁的凶手。是。陆总，费用写够用吗？陆总，您放心，血库充足，足以应对江小姐任何突发情况。那就好。江小姐实在太着急了，明明很快就能等到我们的人赶到，何必撞伤自己？险些就……
他就是这样宁折不弯的性格，要怪就怪我去晚了一步。这怎么能怪您呢？您收到耳环报警后，亲自从林省调用了直升机赶回来救人，撞门的时候手臂都要撞脱臼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万娘，万娘，尽力有什么用？他还是受伤了。早知道傅思野那个蠢货会把他陷于险境，他联系我的第一时间，我就应该把他带走。你也是为了确保假死的计划万无一失啊！不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知道他们相爱10年，想让他彻底忘记不容易，所以才借口让他在傅家多停留2个月，就是为了让他能看清楚傅思衍虚情假意的真面目。没想到我的小聪明差点害死了他，如今的后悔自责，都是我活该。您等了他这么多年，还将林之夏的存在刻意透露给江小姐，用心良苦。我相信江小姐会明白的。不懂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他平安顺意，我就知足了。对了，傅思衍最近在做什么？据说傅先生将自己关在房中3天3夜不吃不喝，动用了傅家所有的势力，悬赏5000万找到凶手。查凶手？那我们就助他一臂之力。等等，上次阿宁花粉过敏，是你照顾了他一宿。是的，先生。那他有没有怪我的疏忽啊？先生，您真的不知道差点害死江小姐的百合花到底是谁放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不是意外？是林小姐。你是说夏家故意害阿宁？这不可能。我亲眼所见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有告诉夫人，只是夫人说，即便告诉您真相，你也是不会相信她的。那天啊，夫人差点死在了这里，好不容易清醒了过来，就被您赶出了家门。夫人呐，一直把您当做她唯一的依靠。您说，当时她心里该有多委屈啊！那天我光顾着给夏夏出气，忘了查明真相。我会让她去给阿宁道歉的。先生啊，您糊涂啊！夫人她平时看见路边受伤的小狗都会掉眼泪。您说，这么善良又富有同情心的人，他怎么可能狠心去伤害别人呢？可夏夏她确实受伤了呀，难不成是她自己？难道真的是她？先生，您恕我直言，您夫人的为人，您了解多少呢？那个林小姐，您又了解多少呢？是我错了。既然查也不查就认定了绑架是阿宁所为，我不仅放过了偷放百合花的罪魁祸首，还让阿宁离开了傅家。如果那晚他没有离开，他就不会发生意外。如果那晚他没有离开，他就不会发生意外。婉宁姐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可能轻易被绑架？万一是骗子呢？要不你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如果不是他百般阻挠，我就不会错过救阿宁的最佳时机。喂，去查林之夏，查他搬进傅家之后都干了些什么。是。boss，您交代的事情已经查清了，那束百合花的确是林小姐在网上订的，也是她在夫人出院当天摆放在了祠堂。林小姐声称自己被绑架威胁的录音我们也查到了，当事人是受林小姐雇佣的小混混。
那段录音是林小姐配合他们完成的，可以确定整件事情跟夫人并没有任何关系。那阿宁的死跟他有关系吗？似乎有点关系。似乎。林小姐的账户有一笔不明支出，我们现在正通过技术手段确定收款人。把林之夏给我带过来。四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不由分说就把我拖到这里来，我的手腕都肿了。你看，跪下。四爷，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，你想让我跪谁啊？怎么，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你明知道阿宁对百合花过敏，你是知道的，可你为什么要把花放在这里？你安的什么心？什么百合花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他妈还装到什么时候？啊！四爷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承认花是我放的，可是我在放花之前并不知道婉宁姐对她过敏，我是无辜的呀，四爷。那诬陷阿宁雇人绑架虐待你这件事也是假的了？要不要我现在把你带到地下室，跟他们当面对质啊？不要，四爷，我承认这件事情是我做的，可是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让你多关心我一些而已。你虽然给了我回忆，可是你的心里却永远都只有婉宁姐，我真的很羡慕她，所以我才用了一点苦肉计来获得一点爱，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呀，四爷。那阿宁的死跟你有关系吗？绝对没有，我发誓，婉宁姐的死与我无关。副总，人已经抓来了。求先生饶了我吧，都是林小姐逼我做的。她命令我接了您的电话，无论如何都受夫人设想。先生，林小姐在夫人去世后的第2天，给境外通缉的一个绑架犯转账了100万，这是转账记录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抹平了账户，他们不可能会查到的呀。本来我们确实没有查到任何线索，直到一个神秘 IP 从外网截取证据发给了我们，我猜想对方同为受害者。人抓到了没有？那伙人已经逃了，但是锁定目标后，我们的人会立即展开全面抓捕。您放心，一定会把害死江小姐的凶手全部绳之以法。四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说过，伤害阿宁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没有想伤害婉宁姐，我只是想吓唬吓唬她，是那群绑匪失手害了。连我都不舍得对阿宁动手，你怎么敢的？你怎么敢对我的阿宁动手的？如果不是看在你多次给我流产的份上，你他妈现在早就是一个死人了。我知道，在你的心里，愧疚大于爱。可我不懂，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所以控制不住的想要独占你。我可以为了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自己，也可以为了你再也不要孩子。但是我真的舍不得别人抢走你，只要一想到以后再也就见不到你了，我的心就痛得在滴血。我为你牺牲了那么多，可婉宁姐呢？她一直仗着你对她的爱，肆无忌惮的伤害你。她根本就不爱你，她凭什么？你懂什么？没有人比阿宁更爱我，是她陪着我对抗疾病，是她陪着我东山再起。如果没有阿宁，就不会有傅四爷的今天。像你这样的女人可以有很多个，但阿宁只有一个。
可现在这一切全都被你给毁了。老公，别叫我老公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从今以后，阿宁才是我唯一的妻子。看在你为我牺牲子宫的份上，我可以留你一命，但以后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不，傅四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如果不是你让我进傅家，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为你怀孕，为你打胎，打到再也无法怀孕的时候，你承诺过会好好照顾我。你现在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说的没错，阿宁的死，我难辞其咎。等我抓到了害死阿宁的那群畜生，我自然会面对我应有的报应。疯子！是阿宁的存在，才让我真实的感受到我还活着。可这一切，全都被你毁了。你是自首，还是我亲自动手？不，傅四爷，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爱都没有。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，你走吧。我给你留了东西，在祠堂的左抽屉，算是临别礼物。林之夏，四爷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林之夏，你到底长了多大的胆子，竟敢给我戴绿帽子！四爷，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那么爱你，怎么可能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？是吗？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林之夏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知道你嘴这么硬啊！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说，肚子里怀的到底是哪个男人的野种？四爷，你一定是误会什么了。我那么爱你，除了你，在我眼里再也没有第二个男人，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呢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证据都已经摆在眼前了，我他妈患有无精症！你是怎么怀上我的孩子的？啊，林之夏，我还真是佩服你的演技啊！啊，竟然用苦肉计演了我这么多年，让我对你心怀愧疚，让我跟阿宁离婚。不，这一定是假的，是伪造。是吗？好，带林小姐下去好好的检查检查。不，我认。四爷，我错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我真的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所以除了怀孕，我实在是想不出第二个办法能够绑住你。求求你原谅我，原谅我的一时糊涂，原谅我爱你爱到失去了理智。你还真是情真意切，说的我都差点感动的要哭了。那你既然这么爱我，我提前送你去黄泉路上等我，你也愿意的对吧？不，四爷，我不想让你死，我也不想死，我们都好好活着好吗？把江晚宁忘了，好好生活不好吗？还敢跟我提阿宁？你让他受尽折磨，惨死在野外，我恨不得一刀杀了你！不，四爷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！看在我陪伴了你那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条活路吧，四爷！我当然不会杀你了。
这么狠心，思妍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思妍，傅思妍！阿宁，你送给我的礼物，还真是挺意外的。你是不是以为我知道真相之后，我会伤心难过呀？我的傻阿宁，我的心自从知道你离开之后就已经死了，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让我感到伤心难过了。据可靠消息称，1周前，富士集团总裁夫人江婉宁不幸离世。副总与妻子相识于校园，相爱多年，婚姻幸福。记者昨日拍到其现身寺庙，已受的行销鼓励，这份深情实在令人动容。今日，富士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富士将以妻子的名义捐助多所希望小学，并表示此后终身不娶。该吃药了。谢谢。惺惺作态，他要是一直真情，从一开始就不会伤害你。婉婉，你心软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从他放弃救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他不是曾经那样的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会落得这样的后果。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，他并不是你的良人。他为人极端狠辣，而你心地善良，看似互补，实则你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，早晚会走向陌路。你说的对。所以我时常在想，我积我的德，他造他的孽，等他有一天把运气都耗尽了，我一定可以等到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一个被幸运女神眷顾的机会。放开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这里都是摄像头啊！你可不用乱来！按住！你可是富士集团总裁，动有私刑被人曝光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只要我一想到阿年生前遭受的痛苦，我就恨不得把你们剁碎了喂狗！我没杀他呀！你说什么？我们真的没杀他。那天我们还没得手，他就自己超越了自己，然后就有一群人闯过来，我们怕暴露，就一把火烧到那儿跑了。老实交代，敢编一个字，我就剁你一个手指头！我不敢，我不敢的。他真的没撒谎，我们当时跑之后还看见有人冲进去救人了。什么？你们说他没有死，那具尸体又是谁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分明是被人救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具尸体啊。你确定死的人不是他吗？我也不确定，但是我们真的没杀他，我们只是为了天理之下的永锦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饶了我们吧。哎呦！先生，听说您抓到那两个绑匪了？
您把他们怎么了？警察带走了。没死就好，谢天谢地。通知下去，不惜任何代价，务必给我找出救阿宁的人是谁。你是说，夫人还活着？这不可能！我已经比对过夫人和死者的 DNA， 绝对不会出错。而且，夫人的社交圈简单，怎么会有人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救她？就算希望虚无缥缈，我也愿意一试。万一阿宁还活着呢？先生，死者的 DNA 还在吗？在的。再测一次。好。婉婉，其实你没必要亲自过来，我派人将外婆接去国外就好。外婆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她现在一定知道我的死讯，我怕她太难过，所以才迫不及待想让她知道我没事。我担心，怕我不在，傅思衍会为难她。别担心，有我在，不会出事的。外婆，我相信阿宁她一定还活着，您放心，不管付出多少代价，我都一定会找到她。婉宁已经下葬了，你这孩子也不要执念太深。不，我肯定。我抓到了绑架阿宁的那2个帮匪，他们告诉我并没有对阿宁下杀手，就在他们逃跑的时候，亲眼看着有人冲进去把阿宁救了出来。好孩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，我的乖孙女她还活着。对，所以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阿宁她最孝顺了，如果她还活着，她一定会来联系你。如果你有她的消息，请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年纪大了，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太清楚，但我知道，如果阿宁她还活着，却不联系你，就说明她不想见你。以前我对不起阿宁，但是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补偿她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自从阿宁离开以后，我才知道她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。她早已经成为我灵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我离不开她。如果她还活着，我愿意用我一切的力量去弥补她。不管她要什么，哪怕她让我去死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哪怕她让我去死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太迟了，我们之间永远回不到从前，就像碎掉的杏子，永远无法再次重圆。不会的，婉宁这孩子从小善良懂事，只是性格倔强，像她的妈妈。她一直都很善良懂事，可她也坚强倔强。她爸爸为了第三者，跟她妈妈离了婚，把她和她妈妈赶出家门。那个时候婉宁只有10岁，所以她说绝不原谅。自从那以后，她和她父亲断绝了父女关系，她妈妈带着她生活得十分艰苦。即便如此，她也没有去找那个男人寻求帮助。后来她父亲病重，临终前想见见婉宁。阿宁，爸爸时间不多了，我走后，江家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你愿意跟爸爸回家吗？从你抛弃我妈妈的那刻起，
我就没有爸爸了。阿宁，我终于明白，当你说出那句“我变成了和你父亲一样的男人”时，有多么绝望。外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婉宁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他，不管你是不是还活着，都不要回去，去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吧。小心！婉宁，你真的还活着？原来是这样。对不起啊，外婆，让你担心了。看见你好好的，外婆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。那外婆，你愿意跟我去国外吗？我在海城生活了一辈子，早就习惯了。外婆年纪大了，不想再折腾了。可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不放心啊。婉婉，既然外婆她不愿意，我们就不要勉强她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安排人暗中照看。如果你要是想外婆了，我可以随时陪你回来看外婆。小鹿说的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要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。阿宁，阿宁，阿宁，江婉宁，我看到你了。阿宁，我看到你了，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下车，下车，阿宁！我就知道，先生，我认识你吗？你不是婉宁。婉宁，陆禁言，专心开车，注意安全。婉婉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给你织生日礼物啊，你不是马上要过生日啊？你笑什么啊？你该不会也觉得我织的丑吧？我觉得我的技术已经进步很多了呀。怎么会啊？明明就很好看。
我就是觉得第一次收到女朋友亲手送的礼物，很激动。其实我之前给傅思妍也织过，以前她每年生日的时候，我都会织一个小物品送给她，可她每次都觉得丑，所以从不肯带出门。那是她有眼无珠，我觉得婉婉织的最好看。等你织好了，我就天天带着它，我逢人就跟别人说，这是我心上人给我织的。可能面对不喜欢的人，就会有诸多挑剔吧。出国票已经订好了，马上就要出发了。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等出去了以后，可就见不到了。没有。想不想回学校？去学校干嘛？我想去教学楼、宿舍，还有博学湖边，我要跟你合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把你和傅思妍走过的路，我都要陪你走一遍。这样，以后你再想起这些地方的时候，就不会再想起他，就只有我了。好。阿宁，你在哪儿？没有你的秋天，我该怎么活？那个学长好帅啊，好像从来没有见过。有你男朋友帅吗？我男朋友最帅了。女朋友美不美？美。那我们来选一张做头像吧。这张我好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张我觉得一般，这张更适合做头像。要是拿这张做头像，那同学不得笑话死我？还有，谁允许你亲我的？你是我女朋友，我想怎么亲就怎么亲。曾经，我们也是人人羡慕的一对，只可惜我亲手弄丢了你。哇，那个学长也好帅啊！我们学校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帅气的学长啊？这个有女朋友了，别想了你。我才没有多想。不过啊，他女朋友也好好看啊。这样看来，刚刚湖边那个学长一个人孤单单的，好可怜啊。起风了，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，别着凉了。婉婉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止一次曾梦到这样的场景，我以为这将会是我一生的遗憾。好在上天眷顾，让我的梦想得以成真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。什么疑问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如果我说我是从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变态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我妈妈带我去孤儿院当代教老师，那个时候我才13岁。你果然是个变态。不过为什么上大学之后你不告诉我？如果你告诉我了，我或许就不会认识傅思妍。傅思妍跟你告白的那一天，阳光真的很好，可是我却感受不到一点温度。那天你也在。10年了，我一直都在后悔自己曾经的退缩，
我恨那个一无所有的自己，我恨那个给不了你任何承诺的自己，我更恨那个傅思燕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别说了，我都明白。好在这一刻，这一切都可以值得被原谅。婉婉，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，爱了很多很多年。阿宁，真的是你吗？阿宁，哎呀，真好啊！不是阿宁。阿宁一向害羞，才不会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。你干嘛？我只是想亲一下你的脸而已，学弟学妹们还看着呢。我亲的又不是别人，是我未来的老婆。这也太疯狂了吧！可是婉婉，你刚才明明心跳得很快，你的反应告诉我，你很喜欢。其实我并不排斥谈恋爱，只是在傅思妍眼中，我更应该是一个大方端庄的妻子，而林之夏对于他而言，他会放纵宠溺，甚至高调的秀恩爱，可能这就是爱吧。在傅思妍的眼中，你可能更像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，让人不敢亵渎；而林之夏在他的眼中，则更像是一个可以随时抛弃的玩物，用来发泄阴暗的欲望。你们男人果然都这么想啊？什么叫我们男人？我跟他可不一样，我没有兴趣尝试不同的人，我只想和你尝试不同的感觉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果然，我们才是更般配。走吧。有阿宁的消息吗？还没有，已经尽力在查了。先生，这香您不能再点了，会损害您身体的。滚！别碰我的香。生息不可烧，燃之有异香，沾衣带，人能与鬼同。这犀角香可通鬼神的事儿，本来就是个传说，无稽之谈。大师只是为了让你有个奔头，可是仙人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就想不通？先生，你已经3天未进食了，多少还是吃点吧，否则身体会撑不住的。身体撑不住那不更好吗？这样我就能早点见到我的阿宁了。先生，虽然夫人不在，但您还有亲人、朋友、事业，这些东西跟我的阿宁比又算什么呢？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快叫医生！叫医生！阿宁，阿宁，先生，您终于醒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我是阿宁。先生，你冷静一点，已经找到夫人的线索了。你说什么？你骗我！这是您昏迷的时候老夫人那边给到的，她动用了自己国外的关系网，终于确定了帮您抓住国外绑匪的那个 IP。陆金言，怎么可能？是啊，属下也觉得奇怪，陆总跟您一向不和，后来又出了国，他怎么会帮您呢？你也知道，陆金言是我的死对头，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跟我处处针锋相对吗？因为他也喜欢阿宁。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都是男人，他的心思我了解。所以是他救了夫人。难怪我们怎么都找不到夫人，说是陆总出手，以他的能力，
藏一个人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先生，先生，您千万要振作一点，先把身体养好。如果夫人真的还在人世，您却先出了事儿，夫人知道也会心疼的。你给我查一下，陆金言有没有回国？他最近在哪？在干什么？跟什么人在一起？是。好点了吗，妈妈？好好的，怎么吐成这样？我没事，可能就是吃坏了肚子吧。我一看到那个牛肉丸，我就……陆总，咱们的食材都是最新鲜的，夫人吐成这样，不像是吃坏了肚子，倒像是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快备车去医院！婉婉，慢点儿，小心点儿。你别这么大惊小怪，医生说了，这才2个月。我看生物书上说2个月还只是个胚胎。我是担心你的身体，抱歉，婉婉，其实应该早点察觉的，幸好没有出什么意外。要说自责，也应该是我自责。都2个月没来月经，我早该想到的，只是我也没什么经验。有事吗？没事，公司的电话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回个电话，等我几分钟。好。江小姐，这是您的检测报告。谢谢。目前看来各项指标正常，恭喜。医生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陆先生是院长的贵客，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。谢谢你，医生。阿宁，夫人，阿宁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好意思，你认错人了。阿宁，你别闹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认错人啊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绑架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。你真的认错人了。阿宁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你怎么能狠心装作不认识我呢？你不知道这段日子里我过得有多么痛苦，我绝对不会放你离开的。这位先生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你若不信，这是我的证件。晨曦，这名字真好听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以后也可以这么叫你。神经病，简直无法沟通。哎，阿宁，松手，放开我！我妻子的腰窝下有一个胎记，你要是还不承认的话，那我只好亲自检查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傅思言，放手，放手！傅思言，你混蛋！你不是说你不认识我吗？所以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怎么样？阿宁，自从你不辞而别之后，我连殉情的事情都干了，你还想问我想怎么样？我走了，不是正好给你和你心爱的人腾地方吗？你误会我了，我始终爱的人都是你。是吗？对不起，阿宁，林之夏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会伤害你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就不会被他利用，更不会纵容他。阿宁，你放手！我不放，我不放！阿宁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过得生不如死，我连做梦都想见你一面。阿宁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跟我回家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。我发誓，阿宁，
我一定把我从前对你的亏欠全部都补偿给你。放手！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阿宁，我知道，我以前给你造成了很多的委屈和伤害。不管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你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，我都任由你发泄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的。傅思言，你醒醒吧！从前那个爱你的江婉宁，早就葬身在那场大火里，你拿什么补偿他？阿宁，我知道，以前是我伤了你的心，今天我用我的生命发誓，我今后只有你一个女人，我只会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好好爱你。我只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不好，脏了就是脏了，我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别的女人可以接受，是你就一定要逼我呢？我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啊！放开我！你看，你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也是，疼不在自己身上，又怎么会懂？阿宁，你爱了我10年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的世界永远只会围着我转。你也知道我爱了你10年。可是你出轨、背叛我、伤害我、逼我离开的时候，你又是怎么狠得下去心的？这件事都是林之夏搞的鬼，我已经把它解决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了。所以，你是不是觉得，只要没有林之夏，我就应该摒弃前嫌，像从前那样爱你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想开始新的生活。过去只有你一个人在回忆，而我只想向前看。够了，你根本不知道这段日子里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度过的。我根本接受不了你离开我，哪怕是你嘴上说说都不行。放开我，放手！您的药开好了，怀孕初期还是要注意营养均衡啊。说什么？谁怀孕了？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怀孕了？是，你想怎么样？好，江婉宁，很好。我们2个人结婚了7年，你都没有怀孕，你才离开我半年，你就怀孕了，你可真是我的好阿宁啊！7年没有孩子，问题不在我。我的问题不是无法治愈，只不过通过一个小手术就可以解决。你要想要孩子，我一样可以给你。可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跑到外面生了一个野种是吧？我的孩子有名有分，不是野种。先生，快放手，孕妇不能受刺激啊！滚！名分。怪不得你出了意外之后一直不跟我联系，怪不得你怎么都不肯跟我回家，还说什么要往前走这种鬼话。哼，原来你早就背叛了我们的爱情，嫁给了别的男人是吧？说，那个男人是谁？怎么找了个没用的废物，拿不出手是吧？你连我傅思妍的女人都敢动，他有想过自己的后果吗？还请副总放开我的妻子，有什么不满冲我来。文文，你没事吧？阿宁，你过来。我们早就离婚了。离了婚了一样可以复婚，只要你回来，我可以不计前嫌。只要你回来。傅思妍，你死心吧！从我离开你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江婉宁，副总要当众抢走我的妻子，是不是不把我陆谨言放在眼里？陆谨言，果然是你抢走了我的阿宁。别一口一口你的阿宁，
当初你骗他签下离婚协议的时候，可是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她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你不会再有机会了。老公，飞小轩，飞小轩，江婉宁，你叫谁老公？傅思妍，你住手！多年前，我没有争取，把婉婉拱手让给了你，让她受尽了委屈。这2拳，就当是还给婉婉的。你就是一个小偷，你有什么资格抢我的阿宁？她只属于我一个人，你他妈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丑！你才是那个小偷！我和婉婉青梅竹马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们2个人的孩子都可以满地跑了。不过现在也不要紧，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你只有羡慕。因为他喜欢你吗？他跟我在一起10年，他的第一次亲吻、第一次婚纱都给了我，他忘得了我吗？不要！你没事吧？婉婉，你放心，老公对付她还是绰绰有余的。阿宁，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受伤了没有？傅思妍，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闹？你知道我这1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我每天睁眼闭眼都是你的影子。要不是知道你还活着的消息，我早就撑不到现在了。我为了见到你的魂魄，我像个傻子一样信任那些神鬼传说，我买空了海城所有的犀角巷。可你呢？在我最痛不欲生的时候，你竟然嫁给了别人。江婉宁，你对我这么狠心吗？这不都是你之前对我做的吗？我被人当成小三打入禁局的时候，你在安抚伤人者的女儿；我被所有同学嘲笑的时候，你在给小三撑腰；我花粉过敏快要窒息的时候，你在哄罪魁祸首；我被赶出傅家，被绑架，被那群人渣侮辱的时候，傅思妍，你又在哪儿？对不起，阿宁。我不需要你的道歉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你就是想让我放手？你就这么爱他？说的没错，傅思妍，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就成全我的选择。不，我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2个人双宿双飞。疯子！林之夏已经没了，从今往后我们2个人之间不会有任何的隔阂，任何的误会。哪怕是你肚子里的野种，我都可以认，我都可以当做亲儿子去养。但是阿宁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。你简直无药可救。阿宁，别叫我阿宁，叫陆太太。她也配？她当然配。他是我的合法丈夫，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。傅总，如果没有他，我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抹焦土。傅思妍，是你亲口说的，我不值3000万，是你亲口放弃了我，你难道忘了吗？阿宁，我不知道你被绑架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他们是骗子，就可以对10年发妻不管不问？承认自己薄情，就那么难吗？阿宁，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非要逼我跪下来求你吗？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老公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我不同意江婉宁，我不同意，你只能爱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说过，你必须跟我回去。我说过，你必须得跟我回去。夫人，跟我们回去吧。
我不可能跟你们回去的。我警告你们，立刻放了我们，否则我报警抓你们。夫人，您别白费力气了。先生做的决定，没有人可以更改。趁他还有耐心，快跟我们回去吧。你们想对我丈夫做什么？陆总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们自然是会把他安全送回去的。阿宁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放了我们，至少放了他。乖，老公还不需要你来保护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如果你要是能亲我一口，说不定就能想到办法了。你们两个人是把我当死人吗？傅四爷，我低调不张扬，你当真以为这海城是你的天下吗？扣住他们！陆敬言，我还真是低估你了，没想到你早有准备啊！傅四爷，我让了你10年，你还是输得这么彻底，这么没用，有什么资格当我对手？老公，既然我们都安全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婉婉，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？你难道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支持林之夏对你进行欺负的吗？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计较了。我今天有些累了，你送我回去休息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差点忘了，怀着孕，情绪不能太激动，刚才没吓到你吧？没事。回家。回家。阿宁，阿宁，阿宁！你刚刚跟他说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看他不爽很多年了，所以就嘲讽了他几句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做的太过？我不是在担心他，我只是在担心你。担心什么？我看他情绪很不稳定，我怕他发起疯来报复你。你觉得我会怕他吗？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，你可以不怕，但你现在有了我，我不能不怕。如果你要出了什么事，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抱歉，老婆，让你担心了。我保证，下不为例。以后见到那条疯狗，绕着走还不行吗？好，回家吧。江婉宁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先生，江小姐现在在陆家，你如果自暴自弃下去，就更不可能带回江小姐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一定不能输给陆敬言，我一定要把阿宁抢回来。我拿什么抢？就算我把阿宁抢回来，他也不会跟我回去的。事在人为，江小姐看中的也不只是陆敬言一个人。你有办法？虽然是下策，但我想目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。你快说！夫人一向最看重亲情，我记得她的外婆还在傅家名下的疗养院里，或许我们可以把老太太接回家里来照顾，这样一来，夫人说不定就愿意回来了。用外婆要挟她，阿宁只会更加恨我。不对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和阿宁的未来，只要结果是好的。对，你亲自去，千万不要伤了外婆。是。等等，秘密行动，千万不要惊动陆家。好。阿宁，只要你能跟我回来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对你，我一定会让你重新爱上我。
么感觉这穴位疗法不太管用啊？你看你现在食欲还是那么不好，吃不下东西，这身体怎么扛得住啊？可医生说是早孕期，还不能用药。也许就是他的医术不够高明。我已经订了去国外的机票，2天后咱们就出发，说不定我的私人医生会有更好的办法。老公，都听你的。不管你是哥哥还是妹妹，好好乖一点，别再闹你妈妈了，不然的话，等你出来，我就揍你。陆总，不好了，疗养院那边传来消息，傅家的人过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傅四爷把我外婆带走了？你有把握从他们手里带走外婆吗？如果是年轻人，我没有80%把握，但老太太年纪太大，就怕……老公，除了你和宝宝之外，外婆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一定不能让她出事。婉婉，你放心，傅思言把外婆带走，无非就是想要你主动回去，肯定不会伤害老太太的。我们可以赌一把，即便他把外婆带走了，你觉得外婆在他们傅家能待得顺心吗？麻烦你一定要把我外婆安全带回来。夫人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好了，婉婉，你别着急了，你还怀着孕呢，先坐下来好吗？陆继言，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怎么还没有消息？不会，你放心，我的人一定会把外婆平安的带回来。怎么样了，特助？外婆她安全回来了没有？快说！夫人放心，老太太已经安全回来了，年纪大身体弱，已经安排在客房休息了。怎样？难道你还不相信你老公吗？谢谢你啊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啊！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去晚了一步，老太太已经被陆家的人接走了。他说的没错，不管我怎么争，我都争不过他的。先生，这只是个巧合。巧合？陆家离疗养院比我们还远，可是他能提前做好准备，还是比我们快一步。我听说他们明天就要出国了，这一别，恐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的阿宁了。我该怎么办？医生说过3个月可以的，你难道都不想我了吗？倒不是不想，只是我们明天一大早得出国，而且还得带上外婆，我怕折腾太晚不太好。好，都听老婆的。那我答应你，等到了那边一定好好补偿你。主要这些天让你担心受怕的，你看你这肚子都瘦回去了，等到时候我们回去了，我一定给你找最好的疗养师，好好给你养好身体，安胎。老公，你说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？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我喜欢男孩，我想让他像你一样厉害。其实我更喜欢女孩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像你一样可爱，我就可以保护你们一辈子了。那这样吧，我们第一胎先生一个哥哥，然后再生一个妹妹，怎么样？老婆要求这么高，那我可得好好努力了。你不正经。老婆，你今天真漂亮。我哪天不漂亮？说的不错，我老婆呀，每天都很漂亮，我可真是捡到宝了。哇，小心！
婉婉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陆姐，还好你没事，还好只是个梦，还好只是个梦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婉婉，你做什么噩梦了？我梦到陆总，夫人，行李准备好了，可以启程去机场了。这样，我们先起来收拾东西，路上再说，好吧？别怕，梦反正都是反的。陆总，前方桥梁在修，车辆限行，要不你和夫人下去走2步？下去吧。这个景象好熟悉啊！婉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出车祸了，梦里的景象和这里一模一样，我有点害怕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幸好你提醒了。安妮啊，安妮，你不会觉得我是故意要撞他的吧？在你心里就这么想我，就这么想我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想保护我的丈夫。我现在彻底失去你了。你好，我报警，外环发生车祸，有人受伤，需要救护车。傅思言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强求。你今天的行为，差点就伤害到婉婉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的，安妮，不是的，安妮，我只是想要最后送送你，可我看到你和他在一起，我的心就像被撕了一样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所以我才……傅思言，一直以来你都是这样自以为是，你以为对婉婉好，可她所受的所有伤害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安妮，安妮，我……先别说话，保存体力，救护车马上就到。快！没事吧，先生？啊，咱们走吧。江婉宁，我祝你幸福。婉婉，他会因为他自己的行为而负责，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总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。我知道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